一个雾气浓重的秋日早晨，在加州内华达山脉的山脚下，68岁的汤姆·布拉德利像往常一样，开着那辆旧皮卡车，沿着熟悉的山路慢慢驶过。他享受着10月清新的空气，阳光从高大的松树间洒下，整个世界安静又宁和。可就在他经过一个熟悉的林间交叉口时，意想不到的一幕让他猛地踩下刹车。他从未想过会在这里看见他曾经最熟悉的一张脸。从灌木丛中缓缓走出一只大山猫，浑身脏乱，一条后腿不停颤抖，显然受了重伤。他一瘸一拐，吃力地走到路边，抬起头，目光直直地看向汤姆。那一瞬间，他的心被狠狠撞了一下。这不是陌生的野兽，这正是他多年前亲手救下、照顾过，最终放归野外的那只山猫玲玲。当年他把这只孤儿幼崽从路上救回来，带到北加州野生动物康复中心，悉心照顾了6个月，看着它从虚弱到强壮，直到能独自生存。他记得最后放归那天，山猫回头看了他一眼，随后就消失在密林深处。从那以后，汤姆常常想起它，却再也没有见过。现在，这只大山猫竟然出现在这里，受伤又疲惫。它是如何找到回到当初获救的地方？汤姆心里百感交集，惊讶、激动，还有一种深深的心疼。7年前，那只还不比家猫大的小家伙，奄奄一息地倒在公路上，眼睛几乎睁不开，发出微弱的哭声。汤姆当时刚买完物资回家，远远看到路中间有一团带斑点的毛皮，停下车后才发现这只小生命。他毫不犹豫地把小山猫小心地用旧猎人夹克包住，直接开车送到野生动物康复中心。在那里，他们给它取名玲玲。汤姆每天都亲自喂它，照顾它，看着它从脆弱的幼崽一点点变成敏捷、有力、眼神坚定的小猎手。每一天，他都在担心，怕它撑不过来，也在期待，盼它有一天能自由地奔跑在林间。6个月后，当玲玲完全康复，汤姆带着她来到一片受保护的荒野。运输箱打开的那一瞬间，他先是回头望了汤姆一眼，像是最后的告别，然后毅然跑进了浓密的灌木丛。那一刻，他感到既失落又欣慰，毕竟这是他该回去的地方。然而今天，这只曾经自由的王者却拖着伤腿回来，脏乱、疲惫，眼里写满了痛苦和信任。他靠近了，鼻子轻轻蹭在汤姆的手上，像是确认这是真实的，确认这个曾经保护过他的人还在。汤姆小心翼翼地检查他的后腿，看见一道深深的伤口，显然是打斗或捕猎时留下的，已经感染，散发出腥味。但真正让汤姆屏住呼吸的是那只山猫直直望着卡车的眼神。那并不是野生动物遇到人类时那种常见的恐惧或疲惫，而是一种让人心碎的熟悉感，像是深深的认同。汤姆缓缓摇下车窗，双手微微颤抖着。他的心里突然涌出一股奇怪的感觉，说不清是害怕、难过，还是某种久别重逢的激动。那只山猫一步一步慢慢靠近，每一步都小心又坚定，好像在忍受着剧烈的疼痛，但还是要走到他面前。等他走得更近时，汤姆看清了他皮毛上那独特的玫瑰花结图案，只是现在被尘土和干涸的血迹弄得暗淡无光，几乎认不出来。他的肩膀上有一道长长的伤口，背上还能看见几处清晰的咬痕，血迹与泥巴混在一起，结成硬块。这只山猫显然刚经历过一场恶战，对手很可能是一只更大的食肉动物，或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。冷静点，
大个子。汤姆轻轻开口，声音低沉，充满了情感。他的声音在清晨的风里轻轻飘散，却坚定而温柔。山猫走到离卡车只有几英尺的地方停下了，它用3条还能支撑的腿微微晃动着，眼睛金黄而明亮，盯着汤姆。那一刻，汤姆的记忆一下子涌了上来，他突然想起了那双眼睛，那是他多年前熟悉的目光。不可能的事发生了，山猫再往前走了一步，艰难地抬起前爪，轻轻放在卡车的乘客门上。他的头低垂着，显得疲惫无比，但那双熟悉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汤姆的脸。现在汤姆终于确认了，这只山猫正是玲玲。多年前他曾帮助抚养、照顾，并最终放归自然的小家伙。当汤姆开口，缓缓叫出玲玲这个名字时，声音已经沙哑。听到声音，山猫的耳朵轻轻动了动，发出一声低低的呼呼声，像是一种从心底冒出的叹息。那声音汤姆再熟悉不过，这是玲玲小时候想要安慰或者渴望被注意时才会发出的声音。泪水顺着汤姆饱经风霜的脸慢慢流下来，他根本无法控制。这一刻的重逢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，但同时又让人心碎。玲玲看起来非常虚弱，身上到处是伤，走路艰难。这只曾经灵活敏捷、无所畏惧的小山猫，如今却连站立都变得困难。汤姆慢慢打开车门，动作缓慢而小心，生怕吓到它。但玲玲并没有后退，也没有表现出恐惧。相反，当汤姆走近时，他的腿再也支撑不住，瘫倒在碎石路边。他发出一声介于喵叫和呻吟之间的声音，然后把头缓缓放在汤姆的腿上，像小时候那样寻找熟悉的安慰。汤姆立刻蹲下来，双手轻轻托住玲玲的头，小心地查看伤口。他看到肩膀上的伤很深，但还算干净，后腿上的咬痕更严重，看起来已经有些感染。汤姆从他消瘦的身体和伤口的状况判断，这只山猫很可能已经带着这些伤跋涉了好几天，甚至更久。老朋友，你怎么会回来呢？汤姆低声说，声音轻的几乎只属于2个人之间。他轻轻抚摸着玲玲头上打结的毛发，指尖划过那些熟悉的轮廓。你怎么知道来找我呢？这些问题在清晨的冷空气里飘散开来，没有回答，但汤姆似乎并不需要答案。他感到某种奇妙的联系把他们又拉在了一起。玲玲回来了，孤身一人，负伤而来。她不仅仅是被本能引导回到曾经待过的地方，而是像做出了一种有意识的决定，带着信任走向唯一记得善意的那个人。汤姆转身回到卡车后座，拿出那条旧羊毛毯，那是多年前用来包裹玲玲幼崽的毯子。今天，这毯子再次被用来守护这个曾经的小生命。他小心翼翼地把玲玲抱了起来。成年山猫重量可不轻，足有30磅，但它在汤姆怀里却一点都不反抗，反而像是放松了，安心地依靠着它。汤姆轻轻把它放到乘客座位上，再用毯子裹紧，最后还用安全带固定好，怕它在路上滑动。他坐回驾驶座，一只手握着方向盘，另一只手轻轻放在玲玲的身上，像是不断在传递温暖和安慰。他启动卡车，以最平稳、最慢的速度朝康复中心驶去。一路上，他用手机提前打电话给中心的首席兽医莎拉，告诉他准备好接应。那段30英里的路程，汤姆觉得像是走了几个小时那么漫长。他不时低头看向玲玲，他一直保持着清醒，偶尔发出一些轻轻的声音，那声音带着无助，也带着一种深深的信任。这不是野生动物发出的威胁声，
而是一个受伤的生命对他唯一信任的人类发出的呼唤。当卡车抵达康复中心时，莎拉已经等在门口，她和汤姆一起小心翼翼地把玲玲搬到检查室。经过仔细的检查，确认她除了明显的外伤，还有严重的脱水和营养不良，显然在野外已经坚持了很久。莎拉一边清理和缝合伤口，一边解释，这些咬痕很像是被美洲狮攻击留下的，她能活着走到这里，真是个奇迹。玲玲曾是一位强大的战士，如今却如此脆弱无助。接下来的几天对她来说将会是一个危险的考验。她的身体虚弱，失血严重，还要面对感染的风险。有时汤姆会担心他们终究还是会失去这只勇敢又独立的山猫。他常常在深夜醒来，听着窗外远处的风声，心里会浮现出无数种可能的未来。每想到这里，他都会决定更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。为了能更贴近玲玲，汤姆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康复中心，常常干脆就在玲玲的救援笼旁边的木椅上过夜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围栏时，他总是第一个睁开眼的人。看到玲玲在晨雾中伸展身体，那一刻的安宁让他心里也变得柔软。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，汤姆常常会回想起和玲玲之间从最初到现在所建立的那种深厚纽带。多年来，野生动物康复专家一直强调要与动物保持一定距离，不能让它们过于习惯人类，以免影响将来放归自然的可能性。汤姆也一直谨慎小心，严格遵循这些建议。玲玲在成长过程中几乎没有太多与人类接触的机会，她拥有完整的野性本能，这是所有康复人员最珍贵的目标。然而，命运让她和汤姆再次相遇，这种重新连接并不仅仅是基于训练或者必要的护理，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心灵契合。这份连接最早在她还是一只脆弱的幼崽时悄然开始。那时候，他完全依赖人类的照顾，才能继续呼吸、活下去。在那决定命运的第4天，情况终于出现了转机，高烧退了，玲玲开始愿意吃东西。那一天，当玲玲第一次缓慢地、努力地站起来时，汤姆就守在旁边。他看到玲玲身体还在摇晃，但眼神却格外坚定。那双金色的眼睛看着他，汤姆总觉得那一瞬间，他的目光里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感激。接下来的康复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而是缓慢、渐进，却稳稳向前。随着玲玲的身体逐渐恢复，他的内心也在悄悄发生变化。不同于第一次康复时，他总是焦躁地徘徊在围栏边缘，试图寻找逃走的机会。这一次，玲玲似乎更愿意待在建筑物附近，常常选择一个能看见汤姆工作的角落，静静观察着。他会看着汤姆照料别的动物，或是跟其他工作人员说话，偶尔甚至会小心翼翼地靠近，趴下来看书或者听汤姆和人说笑。有一次，米歇拉博士在例行检查时，忍不住把他的困惑说了出来。他轻声对汤姆说：“这很不寻常。”他用温柔的手抚摸着玲玲的背脊，她的身体条件其实已经足够好，完全可以回到野外生活，但她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想离开的迹象。汤姆轻轻地点了点头，他也注意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。对玲玲来说，这个中心，这片小树林，这张旧木椅，甚至那些熟悉的清晨气味，都已经组成了一个特别的世界。它不再完全属于野外，也不属于人类世界，它选择了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，找到了一个独属于自己的位置。时间慢慢流逝，几周变成几个月，
人们渐渐接受了这个新的生活规律。玲玲白天可以自由走动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有人会在下午的阳光里看见她躺在橡树下打盹，也有人会看到她静静地跟着汤姆走过长长的小路。她不再是康复中心里的病号，而是成了这里的一个特殊居民。这样的安排自然也带来了不少挑战。野生动物管理部门要求详细的记录，并需要为这种特殊情况办理额外的许可证。有人担心玲玲的存在会对其他需要康复的动物产生不好的影响，也有人质疑这样的长期共处是否真的符合野生动物管理的原则。但汤姆和玲玲之间的故事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，许多热心的支持者也加入进来，共同努力促成了这项独特的共处计划。米歇拉博士进行了多次体检和行为评估，每一次的结果都令人欣慰。玲玲没有表现出任何焦虑或紧张的迹象，她健康、警觉，充满活力，还会在院子周围标记自己的领地。最让人惊讶的是，她还会偶尔带来小型猎物，放在汤姆的门口或院子里。这是一种野生猫科动物的礼物表达方式，是一种特别的信任和尊重。第一次发现这份礼物时，汤姆忍不住笑了，虽然惊讶，但更多是感动。他蹲下来，轻轻摸了摸玲玲的头，心里暖洋洋的。随着季节更替，冬去春来，汤姆逐渐意识到，这只山猫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，也给了他新的目标和意义。曾经的汤姆是一位退休的老官夫，日子平静却孤单。后来，他选择来到康复中心，想为生命的最后几年找到新的方向。玲玲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切。它不仅是一只野生动物，更成了汤姆心中那份被重新唤醒的热情和希望。他们的关系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和动物，那是一种深深的默契和心灵上的互相支撑。对玲玲来说，选择留在中心，并不是因为失败或被迫，而是一种有意识的决定。她经历过完全的依赖，也经历过独自面对世界的艰难。最终，她明白了什么对自己最重要。她想要的不是完全的野外自由，也不是被困于狭小的笼子，而是这种能自由进出，能够选择留下，也能选择离开的生活方式。初春的一个傍晚，阳光柔和，天空泛着微微的金色，晚风吹过，带来一丝凉意。汤姆坐在门廊上的那张老椅子上，看着手里的书，微微眯着眼。玲玲悄悄走了过来，动作优雅安静，缓缓地在汤姆身边坐下。她靠近后，慢慢蜷成一团，发出轻轻的呼噜声，那声音低而缓，像是风吹过林间的细雨。汤姆放下书，伸手轻轻挠着玲玲耳后的柔软毛发，感受到她身体的温度和呼吸。他忍不住想起10年前，自己还是一位刚退休的老人，迷茫又孤单。而现在，他有了一位特别的伙伴。每当游客来到中心，总是会被这只自由自在又如此信任人类的山猫吸引。他们常常围在汤姆身边，想听玲玲的故事，听她从小幼崽如何被救起，如何挣扎着活下去，再到后来选择留下的每一段经历。汤姆总是耐心讲述，他会告诉人们这份联系有多么难得，多么需要珍惜。他会提醒大家，必须尊重每一个生命的选择，无论是回归野性，还是选择留在某个特别的家。又一个秋天到来，加州的山路被染上了金黄与火红的色彩。汤姆开着旧卡车驶过那条熟悉的山路，副驾驶座上，玲玲安静地坐着，时不时把头伸向窗外，感受扑面而来的风。
这一次，玲玲不再是被救助的病患，而是一个选择与汤姆一起前行的伙伴。他偶尔回头看他，眼神平静又坚定，就像是在说：“我在这里，我陪你一起走。”那一刻，汤姆觉得生命中所有的孤独、等待和挣扎，都因为这只山猫的陪伴而被治愈了。他们之间没有语言，却有比语言更深的理解和信任。他们正开车前往当地一所学校。那天早晨的阳光洒在车窗上，温暖而柔和，树林间还带着一丝清晨的薄雾。汤姆受邀到学校去，为学生们讲述野生动物保护的故事，还有他与玲玲之间那段奇特而深厚的羁绊。当他们行驶到一个熟悉的十字路口时，汤姆缓缓停下车，把手搭在方向盘上。他看着这条安静的小路，心中泛起许多回忆。这片路口曾经见证了2次重要的救援，如今它似乎成了第2次机会和同情力量的象征。玲玲坐在副驾驶的位置，她的目光透过窗外，望着熟悉的景色，仿佛也在回忆自己曾在这里经历过的那些紧张而充满转折的时刻。准备好了吗，老朋友？汤姆轻声问道。他缓缓抬手，温柔地抚摸着玲玲的头顶。玲玲没有发出声响，只是轻轻用鼻子蹭了蹭汤姆的胳膊，接着发出一声低沉而柔和的呼噜声。这种声音温暖而有力，总能让汤姆感到心底的安宁。他们一起走进校园，步伐沉稳而坚定。那一刻，他们就像2个并肩前行的伙伴，一同踏上新的旅程，去迎接未知的冒险和无数期待的目光。在接下来的岁月里，汤姆和玲玲成了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象征。他们的故事被越来越多人知道，人们开始重新理解人和动物之间本该有的尊重与平等。他们证明了，在某些特别的情境下，野生动物与人类之间的界限会悄悄消失，彼此的生命因此变得更加完整和丰富。汤姆活到了93岁，那些年里，玲玲一直陪伴在他身边，无论风雨，始终如一。直到汤姆生命的最后一天，在一个被轻雾笼罩的秋日清晨，他安静地在睡梦中离开了人世。玲玲蜷缩在他床边，像一位忠实的守护者，守着曾经2次救过他的人。那一次是从洪水中救出他，另一次则是从失去对人类的信任中挽回他的心。第2天早上，当康复中心的工作人员走进房间时，他们发现汤姆和玲玲依偎在一起。玲玲在夜里静静地离开了，她那颗宽广的心仿佛已经知道，她的使命已经完成。她选择和汤姆一起走向最后的安宁。多年后，已经年迈的米切拉博士提起这段往事时，仍会轻轻摇头说，他从未见过如此深厚而真挚的跨物种情感。人们将汤姆和玲玲并排埋葬在一棵老橡树下，那是他们常常一起度过安静午后的地方。那片土地宁静湿润，树叶随风轻轻摇曳，阳光从枝叶间透下来，斑驳而柔和。他们的墓碑上只刻着简单的字句：汤姆、布拉德利和精神，爱超越一切界限的证明。那条曾经见证奇迹的路口，如今成了一处小小的纪念碑，静静伫立在路边。世界各地热爱野生动物的人们会专程前来，他们在这里驻足，有人默默祈愿，盼望能见到属于自己的奇迹；有人只是想感受一下这个世界上那些超越差异、令人动容的联系。有时候，当清晨的薄雾还在林间飘动，
阳光刚刚透过高大的松树，照到远处的林间小径时，游客们会悄悄说，他们仿佛看见一个老人和一只威武的山猫肩并肩走着，缓缓穿过森林的边缘。他们的步伐悠闲自在，彼此之间没有语言，只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默契和深情。汤姆和玲玲的故事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离世而结束，这个故事在无数被衷心收留的动物身上继续延续，也在那些听到他们故事、受到启发、开始致力于野生动物保护的志愿者心中继续生长。他们用真实证明，只要人们有耐心、尊重，还有一点点像奇迹一样的信任，人与动物之间的障碍是可以被跨越的，那种联系甚至能改变整个命运轨迹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故事，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赞并分享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